筷子是一种源起于古中国的食具，古汉语称箸或夹提。有一说，最早发明筷子的人是大禹，为了节省时间、快速进食，将树枝或细竹夹起肉进食。旁边的人有样学样，就这样传开了。但真正是谁开始使用这个工具，已经不可考了。对我们来说，筷子不只是文化和生活中的一部分，它同时也象征了祭祀和历史的传承。不只是中国，甚至是整个亚洲区都有使用筷子的习惯。重要到我们会用筷子来大做文章。围绕着筷子的习俗，说真的还真的不少。拿它来送礼，有成双成对、百年好合、吃食无虑的意思。送结婚新人，甚至还有筷子的谐音。你们谁敢送我筷子，我立刻折断。因为这样，千百年来有不少文人雅士都喜欢用筷子当主题作诗，像是明代陈良圭的《送竹注》，殷勤问竹注，甘苦乐先尝，滋味他人好，乐空来去忙。或是宋代女诗人朱淑珍的《咏注》，两个娘子小身材，捏着腰儿脚便开，若要尝中滋味好，除非伸出舌头来。我怀疑他在开车，但是我没有证据。既然它是一个跟日常生活密不可分，又有历史感以及文化牵扯的传承色彩，想当然尔，作为鬼故事的题材，一定是最棒的选择咯。Hello guys， 我是 Nick 吴喵，欢迎回来我的说书时间。这几年来，我印象深刻的恐怖故事包含了返校、还愿、见鬼时。好，对不起，我真的很少看恐怖电影。会特别提起这3部作品，是因为他们是我知道的唯3用贴近生活的元素描写的鬼故事。对我来说，一个鬼故事要写得好，一定要有代入感。这也是为什么大家老爱拿浴室啊、镜子啊当做主题，或者像还愿里面用符咒、卜卦、旧照片等等，这些东西会勾起回忆和共鸣。所以当怪谈竞演奇物语用筷子当主题的时候，我第一个直觉是，你们到底有没有要给人家一条活路？筷子在日常生活的使用上本来就一堆禁忌了，像什么泪柱遗珠、直柱寻尘、急斩敲钟、品柱留声、仙人指路、迷竹刨坟、定海神针、当众上香、颠倒乾坤、落地精神、飞象过河，这些通通都是不可以的呀！尤其是把2根筷子直接插在白饭上，这种宛如脚尾饭的行为，根本就是死亡 flag 货真价实的利器。以前我还拿过2只不同的筷子，还没上桌呢，就先被我娘臭骂一顿。总之，因为使用筷子的规矩很多，让它的神秘色彩也比其他的吃饭工具多了一些。你看汤匙、叉子就没它那么麻烦。如果只是一般的恐怖小说，说真的，我推荐它就没什么意思。不过筷不只是选的题材很有趣，它更是由5位不同国家的作者接龙写出来的故事。这5位作者分别是三井田信三、薛西斯、叶透子、潇湘神、陈浩基。这个就厉害啦！它整体的节奏让我想起《鬼肆虐》那部泰国鬼片，故事之间看似没有关联，只用筷子当作主题，直到最后一个故事才能真相大白。筷子不只是吃饭的工具，更是请神祭祀的道具。因为5位作家分别来自香港、日本、台湾，所以能看到不同作者的文笔和思路，超级过瘾。日本人在写鬼故事真的很有自己的一套调调，我也说不上来，它不是单纯的恐怖，而是留下一丝悬念的那一种，让人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氛围。这本书有2个让我觉得最恐怖的点，一个是不同国家的作者居然能够把彼此的故事串联得这么好，而且没有在故事内想办法搞死下一个人，还能填上之前的故事设定漏洞，作家职人的强大恐怖感。另一个是，哇靠嘞，这字印得这么小，后面剪名片的字更小，到底这种字集是想给谁看啊？是想欺负我散光还是老花？真的是恐怖死了。还好我有 BookWalker 神救援，不管是在手机上还是平板上看，甚至电脑上都可以轻松看大字体，再也不用被困在印刷的小字体上了。等一下，吴喵，难道这是？没错，就是 BookWalker 在2月26到27全馆66折限时活动。
快怪谈竞演奇物语，原价300，现在特价只要198，平均一个作者的故事不用50块就能体会到，超划算的！你还在等什么？等我工商完了就赶不上特价优惠喽！意不意外？讲了这么多，这本书到底在聊什么呢？由第一篇筷子大人揭开序幕，在孩子们之间流行起一种请神游戏，就像碟仙一样，许多人跃跃欲试，却弄出了人命。接着的故事包含了珊瑚之骨、纣网之鱼、鳄鱼之梦，不只揭露了这双筷子非比寻常，更加入了鬼新娘的诅咒和台湾童养媳的陋习。我觉得我好像在看当年的蓝色蜘蛛网啊！整个故事的体验一直演的内心戏是原来是这样，什么？他居然用这种东西做筷子！哇塞嘞，想红是不是？这种事情都做得出来，我怎么没想到有这一招？让我最在意的是，鳄鱼之梦说了某间学校一直沉在水库底下，每年的干涸期才能看到学校的样貌。我查了一下，还真的有这一间学校。我们都很熟悉的那个翡翠水库底下，还真的有一间国小和一整个村庄都沉在底下。这些设定不是乱写，是真真实实的在我们的生活周遭。小说最厉害的，并不是全部都空穴来风的胡乱建构一个世界，而是在既有世界观底下创造新的故事，非常有天神小学校的影子。直到最后一个故事害始如鱼，可以算是完整串起前面4个故事的脉络，也算是一个收尾的大结局。严格说起来，我没有很喜欢这个收尾的方式了，但考量书本媒介的原因，后来我还是给过了啦。场外一下，介绍一个我很喜欢的文字游戏《流行之神》。它目前还没有中文翻译进台湾，但可以说是我目前看过最神的一款文字恐怖类型游戏。《流行之神》利用都市传说当背景，玩家们担任警探，调查离奇死亡案件背后到底是人为还是作祟。我们的每一个选择都会造成故事有不同的进展。最棒的是，可以选择用科学的方式来解释，或者真的闹鬼收场。害始如鱼的写法一直给我这种既视感，所以我看得超兴奋，久久舍不得看完。因为我知道小说只能有一种结局，某方面来说是有点遗憾啦。我在 IG 限时动态上分享这本书的时候，就有人问这本书会很恐怖吗？甚至有人怕会太恐怖而不敢看。在我看过所有的恐怖作品里面，我觉得最恐怖的还是《咒怨》，因为它是毫无理由的乱杀无辜，恨意满点，连经过他家门口都不行。但是其他很经典的作品，包含《鬼影》、连体婴、逃出绝命镇等等，都是先有人为的介入，才有后续的故事发展。可能是遇到坏人啦，或者他自己本身做了坏事啊。像这样的鬼故事，不是为了吓人而吓人，我并不会觉得很可怕。言下之意是，这本书我不觉得可怕，但它确实是令人毛骨悚然。这个世界最可怕的，永远都是人的恶意，别无其他了。如果你是喜欢看恐怖小说的孩子，怪谈竞演奇物语不会让你失望的。至少连我这种不太敢看恐怖小说的人都舍不得放下。而且要什么时候才能遇到这么多大师跨国合作，彼此挥毫而没有干扰的完成一部作品呢？这绝对比返校噩梦再续那种东西来的好太多了。信我，看就对了。最后，感谢 BookWalker 赞助我3本电子书赠送给大家。我会在 YouTube 的订阅干爹内抽2名， FB 公开分享的名单内抽1名，两抽电子书。记得按下加入按钮，1个月75块钱，让我在写稿的时候有杯咖啡喝，我会非常感谢您的。当然，喜欢我的影片，请用订阅代替掌声，或者在下方帮我按个喜欢，也可以把影片分享出去，给其他不知道筷子原来是这么有文化的朋友吧。我们下一支说书时间再见，大家拜拜呀！这本是独步文化的编辑，他自己觉得我应该会喜欢，所以他就寄来给我的小说。我自己是真的蛮喜欢的。不过我在这边呼吁一下各大编辑，就是我现在有不少的机会会是一个人待在一个空旷的家里。那我的作业时间呢，基本上都是半夜2点到3点。你们知道半夜3点录这种鬼故事的稿子有多可怕吗？你们下次再寄这种恐怖小说来给我试试看。我不跟你们好了。好了，我开玩笑的，还是可以寄啦，如果很好看的话。然后 BookWalker
支持一下，真的很便宜，近乎半价了呢。